萨瓦迪卡，捧次格拉卡，印地刀拉靠速长孔鹏。大家好，我是南城华先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在泰国生活最让人头疼但又必不可少的东西，也就是说移民局的各种表格，比如 TM30，还有住址证明，它们到底是什么，怎么办理？希望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您，感谢您的订阅。TM30您一定听过，但是很多朋友会把住址证明和 TM30两项东西混淆。我们今天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要了解 TM30呢，我们就必须要把它分解。TM 不只有30，TM 有更多，比如说 TM1、5、6、7、8、9、10等等等等，更多啊，有很多。但是前面的 TM 没有变过。TM 是什么意思呢？T 其实就代表泰国，M 呢其实就是移民局的一个文件表格的意思，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所有这些表格、这些文件申请表等等，都是由泰国移民局来发布的这些表格作为申请表办理各项业务，后边的数字不同，也就代表了它不同的业务的编号啊，它是有一个内部编号。当然，并不是所有表格我们都用得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只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些常见或者说常用的一些表格，比如 TM6呢，入境申请表，但是 TM6呢已经停止使用了。我们之前也拍过一期视频，叫 TDAC 泰国电子入境卡。已经被那个取代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那一期视频。我们到了泰国第一件事儿呢，需要办的就是 TM30。TM30的中文意思呢，就是泰国移民局住宿通知，也就是俗称的24小时报到。然后还有 TM47，TM47是外国人居留超过90天通知，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90天报到。还有 TM7临时申请许可，什么意思啊？一般比如说您免签到泰国，现在免签是2个月，那我想待到3个月，可以申请延长1个月，也就是说续签的那个就是 TM7。然后还有 TM8，也就是回头签的申请表。另外呢，还有 TM86、TM87，也就是签证变更以及签证申请的申请表。其实诸如此类呢，还有很多表格，但是有很多已经停止使用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就不过多介绍了。就好比如说以前在来泰国做落地签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到 TM88。那我们言归正传，今天我们来主要介绍 TM30。刚才我们介绍了 TM30，实际上是泰国移民局住宿通知。您可以理解为是泰国移民局对外国人的住宿信息收集与管理。理论上，任何外国人进入泰国都需要在24小时内填报 TM30。那么 TM30如何办理呢？其实 TM30办理起来真的非常简单，主要有2种情况。第一呢，是您自己在泰国有房产，那就非常简单，您上移民局的网站呢，就按它的步骤一步一步填报，就可以自己申请 TM30了。其实第二种，也就是更多人、更多朋友会遇到的情况，就是我们来泰国是住的酒店、民宿或者自己租房，那这样呢，其实就需要别人来帮我们办。那这个别人是谁呢？根据泰国2522移民法第38条规定，凡有外国人前来居住，房主、住所所有人、住所占有人或者旅馆经理，必须在该外国人到达住所后的24小时内向移民官进行申报。那么也就是说，TM30由酒店的负责人或者房东，咱们统称把它称为提供住宿的服务人员或者是主体，由他们来进行申报，不是我们自己申报的。您只需要提供护照信息还有电话号码，他们就会上网给您申报。申报完了之后，会返还一张 PDF 表格给您，您可以留在手机里，然后也可以随时打印出来，以便办理其他业务使用。当您拥有了这个 PDF 的 TM30之后，就不需要去移民局的那个 TM30的窗口去换取那个有一个小白条啊，那个是纸质版的手写的 TM30，那就不需要那个 TM30了。TM30呢是您在泰国生活的根基，您日后办很多的业务都需要 TM30这个东西，所以您务必向您提供住宿的主体或者服务人员向他索取 TM30啊，监督他给您办理。因为如果不办理 TM30，可能会面临800到1万铢的罚款。当然，这里边说的罚款，从法律上的角度上来说是应该罚申报人，也就是提供住宿的服务方，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最后都会落到您自己身上。介绍完 TM30，我们说一下住址证明。很多朋友混淆就在这儿，因为 TM30和住址证明上面都有地址，而且好像都跟移民局有关，所以大家就混了。刚刚也说了，TM30是由提供住宿的服务方主动申报的，或者是由房东自己申报的。那么住址证明呢，实际上签发是由泰国移民局签发的，是由泰国移民局给您出具了一个证明，证明您住在这儿，以便您上其他地方办理其他业务。比如说啊，您学驾照、买车或者银行开户，
都会用到这些证明。住址证明如何办理呢？我将分2部分给您说清楚。一是文件的准备，准备的文件有护照、护照的首页复印件、护照的入境章复印件、签证页的复印件。如果您免签就没有这个签证页啊，不需要签证页。TM30就刚刚咱们说的那个 PDF。2寸照片，如果您没有复印件和打印件呢，也不用担心，因为一般这个移民局呢都会提供这个复印和打印的服务，而且费用呢也很亲民吧，去那儿做也可以。当然，您提前打印好、复印好，那可以节约您的时间。2呢是办理的方式，我就以清迈为例给您做讲解。第一种方式呢，也就是最常规的方式，也就是拿着我们刚刚说的准备的文件到移民局的窗口直接办理住址证明。我们需要交给他刚刚那些文件以及60泰铢，这个60泰铢呢是一个挂号信的费用，挂号信呢会在15到20个工作日之间呢寄到您所留的那个地址，那个地址实际上就是 TM30上那个地址，所以就是说，如果您用这种方式办理，您最少在这儿停留1个月甚至更长。第2种呢是加急办理，以清迈为例呢，500铢，第2天还在您办理的位置去取就可以了。第3种方式呢是一种神奇的方式。但是这种神奇的方式呢，一般其实都是通过中介办理。刚刚说的那些资料呢，您大部分不用准备了，您只需要把护照和 TM30拍给中介，那他们就会以惊人的速度给您办好了住址证明。但是这个边的费用呢，可能就会稍微高一点，大概在1000到1500泰铢不等。说完了住址证明，我们再说说 TM47 90天报到，这个也是我们在泰国停留，如果您超过90天，那就必须要办理的一项申请。根据泰国2522移民法，外国人如果已经获得临时居留许可，并在泰国境内停留超过90天，则必须每90天向移民局报告一次。这一条一定要记住了啊，最好在手机里上提醒，因为如果您逾期没有办理，那么您主动去办理的时候会交纳可能2000泰铢左右的罚款。然后，如果您逾期没有主动去办理，被别人发现了，就比如说被移民局的人查到，或者您出入境的时候被海关查到，发现您没有办理90天报到，您也自己忘了，那这种情况是罚款5000泰铢。另外，逾期的每一天有不超过200泰铢的滞纳金。所以90天报到最重要的就是确定时间，有2个时间节点。第一就是您入境泰国的第1天开始计算，第2就是您续90天报到。第一次续签完了90天报到的那一天开始，在刚刚说的这个日期往后数90天，在这个到期前的15天和过后的7天之内办理，它都是算有效期之内的。也就是说，最长不能逾期7天以上。办理的方式也很简单，有线上和线下2种。线上呢，实际就是又去移民局这个官网填报一个申请表，填报完了之后呢，他会把这个TM47的表格以及办理的状态给您发送到您的邮箱里。线下办理呢，到那儿办理的过程非常快，可能大概需要5分钟就可以办好。所以说 TM47的办理，也就是说90天报到办理呢非常简单，关键就是要办，不能不办。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感觉视频对您有帮助，请您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如果您在办理过程中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一一回复。我是南城华先生，感谢您的收看，萨瓦迪卡，再见。